身患绝症，还深陷小三风波。他诓骗了老板100万现金，然后又雇了一个帅哥。跳吧，我诚挚的邀请你。我靠！说了半天，你还是想让我陪你跳？跳就跳。2个人被绑在了一起，女人却发出了内心的疑问：如果这是你生命里面最后1分钟，你现在就想说什么？我最想说这钱太不好挣了。待会儿你要尖叫，千万别对着我耳朵。我这样这个人真的很庸俗，你知道吗？他好像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他。只是在阳光开朗之后，他又换上了白色的睡衣，一边吐云吐雾，一边看着网上的恶评。因为他们只签了1周的协议，他们需要提前再雇个人。可是家政公司表示必须要本人出面。可是见到叶兰秋的瞬间，老板娘就变了脸色。满意是吧？满意把身份证递我，登完记，您就可以把人带走。似乎是想确定什么，老板娘故意多嘴了几句。莫静姐的身份呼之欲出，所有人都围了过来。你要真是叶兰秋，我们还真伺候不了你。怎么伺候不了了？有没有安静点的地方？我跟你单独谈。一群人叽叽喳喳，仿佛再次揭起了伤疤。他跟着老板娘前行，可男人却在此时泛起了嘀咕。这么多耳目，他似乎不想和叶兰秋产生关系。消息传播出去，一时间万人空巷，所有人都打开了相机。男人很快就会出名。你下去。是啊。下去，你听见没有？下不下去？下不下去我就喊抓贼！你敢？你有100万在我手上！你不信是吧？我数3下，1、2。男人不敢冒险，就只能灰溜溜的下了车。可是除了无能狂怒，他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不知道去哪绕了一天，叶兰秋半夜才回到酒店。可是刚进车库，他就看到了那个男人。叶兰秋炫耀着自己刚买的墓地，可男人却动起了手。你要干嘛？我就是要打击，为了一个有钱的老男人就要死要活啊！你不想活了是吗？好啊，那你就去死啊！不知道哪来的感动，他一口就咬了上去。叶兰秋知道这种感觉不对，便打算开了男人。可即便是提前解雇，他还是给了男人全款。你是一胆小的男人，你不让我给你一个解雇你的理由吗？这个够吗？男人被伤到了自尊，扔下1万转身就走。可刚走到门口，女人便喊住了他。我告诉你，你话真伤到我了。精神补偿费。2句话，他们就恢复了约定。看着他娇嗔的样子，男人也紧张的不行。可是刚刚回家，妹妹就上来报信，原来今天的照片上了网，他和叶兰秋的照片被人发了出去。这女的是我的客户，她是一个病人，感情上遇到纠纷，天天都想寻死。你说咱能见死不救吗？这是我的工资，还有2天，在这2天内不出人命，我的工作就结束。那他要这2天死了，我不可能让他死。男人也后知后觉，察觉到了自己语气上的不对，谁都听得出来，那是一种在乎。陪着叶兰秋，他们来到了郊外。他换了一身清雅的素衣，跟男人散起了步。可是突然的电话响起，这是妹妹打来的。而现在舆论发酵，说他和叶兰秋是一对，要是不赶紧回去解释，估计会闹出人命。他找到叶兰秋，说要回去解释，可跑到半路，叶兰秋却喊住了他：“你知道我跳到黄河里，你信不信吗？还剩2天，你要不是现在说保姆介绍所，现在不用咱们，你知道你给我惹多大麻烦，你闯了多大的祸，你知道吗？”看着他的抱怨，叶兰秋没有丝毫反驳，只是那脸上的软弱无助，任谁都看得清楚。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解释。你跟我去解释，那么麻烦更大了。我是进去就当杀人犯吗？我怎么就不能去了？我跟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？我跟你的所有关系。从头到尾都是舆论在发酵，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当事人的心情。可就是这巨大的流量，让所有人都为之疯狂。叶兰秋坦白了自己的病症，最后的防线也被人撕开。直到这一刻，愧疚才充满了男人的内心。一个将死之人，竟然会受到如此恶意。可让他不懂的是，为什么他从不反抗？是不是明天看完日出，咱们就得去医院了？你工作明天就结束了，你管我去哪儿？日出的时候，他们拍下了很多好看的照片。
当笑容再次浮现在他脸上时，男人才感叹于命运的不公。他递上了一些现金，让男人自己打车走。可他似乎是猜到了叶兰秋的想法，执意的要留在这里。我不想让任何人再看到你跟我在一起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，我每天都陪着你治疗。在男人的陪同下，叶兰秋来到了医院。可走廊里那些痛苦的哀嚎却让他的脸上没了笑容。说好了进去检查，可他转头就失去了踪影。不管如何寻找，他都再也看不到女人的踪迹。喂，哎，你是思拓集团董事长、法人代表沈流书先生吗？是。叶兰秋是你们公司的员工吗？曾经是。警察找到了男人，说明了叶兰秋的死因：高处坠落，有遗书留存。媒体也在现场，他们也看到了癌症的诊断书。从上面的日期来看，所有人很快就推断出了一切，那些有的没的都是世人所构筑的。叶兰秋作为当事人，从未有过一句辩驳，憋着癌症的委屈，佯装无事。因为让座被老头反调戏成功，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，叶兰秋跌至谷底，和总裁男人的关系被再次误会，最后一跳两袖清风。回头啊！你现在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要过好每个小时，每一分，每一秒。每一天，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。